这就是街舞第4期进入同舞种大逃杀，那其中最精彩的一个环节肯定是35人大起舞。那本期就来拆解一下这个大起舞环节的真正难点，以及 A、B 两组的战术打法。35人大起舞的难点总结下来就是3个词：体力、协调、战术。首先是体力，规则是 A、B 两组要在24小时内完成所有的编排和练习。那在24小时前，他们才刚刚结束70强的晋级赛。我们看节目可能也就2个半小时，但是对于录制的选手们来说，经历的时间至少是10个小时起，甚至更长。那我们就算他们这次只用了10个小时吧，加上之后的24小时，也就是说，你要在34小时不睡觉的情况下去进行 battle。那这期间你还要经历各种学舞、记动作、记队形、练习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好像是我们刚刚跑完一个全马，然后你朋友说走，我机票买好了，24小时之后我们去登珠峰。那第2个难点就是协调 ，A、B 两组的35人里包含了来自5湖4海7、8个舞种的 dancer， 首先让他们跳到一起就已经很难了，更难的是谁来协调这35个人。两边都有各自舞种里的顶尖选手，就拿 A 组举例，肖杰、大婷、腾仔、公孙无名、大饼、布布，你选谁来做 leader， 能让这些大神们都幸福？这个问题更是难上加难。好在 A 组这边有张建鹏，还有黄潇。张建鹏的 TI 是3届 HHI 大起舞组别的冠军，那黄潇的 Hello Dance 也是拿过 WOD 的冠军，这2个都是国际级别的大型起舞赛事，所以在幸福力这件事情上节省了很大的时间。那我们节目里是看到张建鹏在舞蹈之外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至于 B 组那边在人员协调这方面，节目里没有交代太多。其实我还蛮想看看 B 组是怎么决定谁来做编排这件事情的。你知道跳街舞的人都很有个性，这个调度团队是很困难的。但是张建鹏整个人都是很平和的一个状态。第3个难点就是战术打法，因为24小时后除了大起舞之外，还有各个舞种的个人战和团战。我们算一下分数，总分19分，大起舞要花上最多的时间把每个舞种的选手都召集起来，但是赢了只有4分，剩下的个人战和团战环节占15分，且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相对较少。因为大家就是发挥各自所长嘛，所以如果哪组有把握拿下个人战和团战的大头，也就是说只要有一组在前面的环节里拿下10分，就可以不用去管大起舞了，相当于是田忌赛马。那这个时候如何分配大起舞的时间，就是最后的一个难点了。我个人觉得 A 组这边似乎就是这么做的，因为 A 组大起舞的整体性不如 B 组，这个我之后会展开讲。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编排这么一个大起舞大概需要哪些步骤。第一步就是定位，我这个舞要跳什么主题，针对这个主题我要用什么样的音乐。那第2步就是拆分结构，定好框架，这个就跟我们写作文一样，或者说画画一样，定框架就相当于我们先用铅笔把这幅图的一个草稿给它画出来，等到框架定好之后，就可以往里面去填充舞蹈动作，相当于是画画里的上色。那到这里为止，整个舞蹈算是完成了50%，剩下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整体性的串联、协调、配比。我怎么让第1段顺利的过渡到第2段？我怎么让2个颜色之间的过渡最舒服？再举个例子，一台车不是要每个零件都是用最好的，而是要每个零件协作在一起后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这一步就相当于是磨合了。作为编舞师，他去看看这个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和他原先脑子里设想的效果是否一致。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再调。如果有2段特别好，但是放在一起会显得好像会比较没有重点，那就牺牲掉1段，保全另外1段，以达到整体上的平衡。好，那我们带入 A、B 两组的舞蹈里来看，首先选题上两边都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时间太短，能把这段舞蹈跳下来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所以给到什么就用什么吧。音乐是节目组准备的，不得不说 B 组抽到的音乐比 A 组好太多了。B 组的这首歌情绪的张力更大，更适合35个人去跳，而 A 组的这首歌相对就比较平一些，在没有时间去玩创意的情况下，其实是很吃亏的。第二首的。那我们来看结构，时间关系我直接列出了2组舞蹈的结构。A 组这边总共是32个8拍，其中全员都参与的部分是6个8，占比在18%左右。我这里说的全员都参与是指在这个部分所有人都要跳的，而不是在旁边等着或者只是走位。而 B 组这边一共37个8拍，全员都参与的部分在12个8拍，占比32%，几乎是 A 组的2倍。可见 B 组花了更多的精力分配到了这个大起舞上。好处是这个表演更完整，包括在
每个小段落不同舞种之间切换的时候，那些不跳的舞者们也会在后面做氛围，而 A 组在各个小段落之间的切换就会比较简单一些。那坏处就是 B 组在这里花的时间多了，其他的地方就少了。最明显的就是 B 组的 popping， 感觉根本就没来得及排。从大的局势来讲 ，B 组赢了这个大起舞，但输了整个比赛。9点开始，我们都是对35个人的那种，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如果有剩余的时间，我们才能再排了。关于 B 组还有一点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他们全员都参与的部分，大多数都采用了队形的编排形式，就是咱们谁都不挑各自擅长的舞种，咱们就一起合起来做队形。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它避开了不同舞种之间的问题，但是一般队形的编排它都是要靠时间一点点堆积出来的。那上面我有说到 TI 是 HHI 大起舞组别的3届冠军。其实 HHI 这个赛事有大起舞和小起舞2个组别，小起舞的人数限定在6到9人，而大起舞的人数限定在16人以上。那为什么要这么分呢？就是因为人数一旦上去之后，它的整个一个玩法就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最简单的例子，6个人想要用队形拼出一条龙来很难吧，但是16个人就比较容易做到。所以人数多的起舞可以玩出更多的队形变化，但是代价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其实按理来说，队形这个事情应该是 A 组的优势，这边又有张建鹏又有黄潇，他们的多人数大起舞经验会更丰富一些。但竞技体育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厉害的不一定会赢，可能是因为当场的状态问题，也可能是因为战术布局的问题，导致结果会有很多变数，充满着不确定性。我想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其实根本没有必要限定24小时，多给他们一些时间排练，让出来的作品更完整，舞台效果更好一点，难道不香吗？但我不这么认同啊，我还挺喜欢这样的赛制，因为人不逼一下，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很多事情如果我们想得太好、太完整，也许就不会去做了。但是人类历史上很多伟大的突破，就是因为我们愿意去做一些傻事。我们现在用的电，因为我看到的光，通信用的技术，有多少是算出来的，又有多少是一点一点去试出来的？那些攀登的人，他们不能坐飞机上去吗？那有的时候限制才能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对于选手们来说，一生中又有几次能体会到这样特别的经历呢？有的时候体验比结果更重要。掌声给到选手们，掌声给到队长们，掌声给到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们。当然，在舞蹈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满足了，他们已经享受于此，这也就是街舞的魅力所在。